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昨天晚间，我们看到以太坊在0点钟出现了高点3841.54美金，到达高点之后呢，开始了一个小幅调整。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在小日线级别也出现了小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这里面走出了悟空阴线、巴金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小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它调整的幅度非常小，只有3.91%。同时呢，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7200美金附近是处在一条日线压力位的。那这个压力位呢，是由24年3月到24年4月形成的。那这个位置呢，目前已经触及4次，4次之后呢，我们认为这里面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4次等位置波峰出现之后，容易不断创出新高，但这个位置是接近前高附近，因此呢，有一定程度有一定概率出现调整之后再度上行。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云图上市值排名前100名的数字货币呢，出现了板块轮动和涨跌的分化。在分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认为以 PEP 抹膜币仍然是本轮行情当中的龙头，今天也出现了新高。同时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给出了一个板块轮动的一个次序。我们认为首先是抹膜板块 PEP， 然后是主流货币以太坊。那么接下来的行情，我们认为游戏板块比如说 YJJ 游戏板块的龙头会有一定的异动。那么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 YJJ 在小日线级别上不断上攻，同时呢，在4小时级别，我们之前就给出了一个预期，就是在4小时级别的 YJJ 会有5日均线4小时级别的 YJJ 会有5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144均线、169均线的过程。那么连续2个交易日，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已经发生在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和200日均线被上攻之后，YJJ 出现了一个多头的趋势。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那么目前正走在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可能会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同时呢，这轮行情当中，在前面几天的行情分析当中，我们给出了YJJ 在日线级别上它的一个连续性是存在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YJJ 的连续性呢是依托于日线级别144日均线做的一个上涨过程。因此呢，前面行情当中给出了144日均线0.74美金附近是一个可以布局的位置。同时呢，目前正在4小时级别做上攻所以呢，对于 YJJ 应该给予一个重点关注。然后以太坊的这轮行情的上涨是由于有可能在99%的概率上通过美国 SEC 那通过之后呢，它就正式和比特币类似的是一个正常的金融产品，是一个正常的期货。那么受到这个则消息的影响，我们看到以太坊出现了昨天20%的上涨动作。那么在消息面影响下急速上涨之后，我们认为以太坊有概率出现一定的回落。同时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呢，它的一个上涨趋势在这轮急速拉升和反弹的过程当中，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我们认为以太坊正式打响了一个反攻的信号枪。有了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8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如果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的价格上来，可以看到目前出现的巨大的阳线也刚好是我们 K 线西欧战法当中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容易走出8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但是本轮行情以太坊的上涨是由于消息面的影响因素，所以呢，这一轮上涨是要经历一定的调整的。我们认为以太坊的调整可能会回踩一下前面行情当中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3400美金形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呢，布局的位置是在3450美金，回踩到3450美金附近是可以布局的。同时呢，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涨趋势可能会出现。同时呢，我们认为这轮上涨趋势可能会平行于24年1月到24年3月这轮上涨行情。也就是说，以太坊从2000美金到4000美金翻倍的上涨行情，在本轮行情当中容易出现一个对称式的平行结构的一个上涨动作。同时呢，本轮行情我们也可以看到BNB 出现了一个接近前高的一个走势。在 BNB 的这个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箱体结构。那在箱体结构当中，我们由波谷连线、波峰连线可以画出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在前面行情当中，对于 BNB 来说，上方形成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这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同时呢，收敛三角形构成了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在突破结构之后，我们可以
以看到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那么今天有希望走出8节阳线，如果8节阳线能够站上$640之后，那么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本轮行情的上涨将可能会平行于21年2月到21年5月的这轮急速的上涨行情，这意味着 BNB 有机会冲击$1500整数关口。前面行情当中 ，UNI 被 SEC 起诉，但起诉之后，这个消息被发酵让 UNI 从$17.05一路下跌到$5.9。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下跌幅度非常巨大，达到了65%，这让 UNI 进入到了一个黄金坑。我们认为 UNI 是 DeFi 板块当中最大的一个龙头，85%的 DeFi 板块当中的交易量都在 Uniswap 上产生，因此呢，被错杀之后进入黄金坑位置，它做出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横盘震荡整理动作。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轮上涨行情在日线级别上，5日均线、10日均线日线级别的5日均线、10日均线正在试图穿过200日均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这意味着它正式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走势。那么目前低于$10的 UNI 仍然处在黄金坑的位置。为什么说它在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呢？原因是我们在24年2月到24年4月，它的一个高位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底边线。那这条底边线的位置是在$10.5下这个位置上。那么跌破之后进入到了一个黄金坑的位置，下跌之后容易出现对称性的上涨和对称性的反弹。我们看到 UNI 的下跌过程是由2轮标准的日线级别下跌吸油过程。那么2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本轮行情容易出现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通过合并 K 线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本周的上涨刚好在周线级别上形成了悟空阳线，这意味着继续的上行容易出现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容易走出周线级别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 UNI 本轮行情的目标点位我们之前给出了是$100以上，因此呢，在$10左右的价格上， UNI 对于这种基本面和价格高度背离的币种来说，极具投资价值。那么前面行情当中热点币种 TRB 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没有过多的表现，但是我认为它这里面走出了一个由23年10月至今的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要忽略掉它的一个极端行情，就是由$154涨到$629的这个过程要忽略掉。忽略掉之后，我们可以由波谷连线和波峰连线画出它的收敛三角形。同时呢，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发生变盘的区域，我们也看到了它跌破了收敛三角形的底边线，进入到黄金坑之后，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反弹。反弹之后，我们看到 PEP 做领涨，以太坊跟随，比特币出现爆发，但是呢 TRB 目前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现，并且呢重新回踩了200日均线注意这里是日线级别200日均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同时也回踩了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的一个支撑。那么我们认为，在主流币表现完成之后， TRB 随着板块轮动会有一定的表现。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简况。那么通过简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板块是DeFi板块、预言机板块、币安投资。我们认为它最重要的一个板块是预言机和DeFi板块。那么随着行情的进展，板块轮动必然会轮动到DeFi和预言机那么通过网轮行情来看，预言机板块往往是一轮上涨行情末期才会走出来，因此呢 TRB 可以在当前时间段处在相对的一个低位和震荡调整，等待板块轮动的一个过程当中进行埋伏。同时呢，我们认为它在200日均线附近是有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的一个支撑线，因此呢，在支撑线附近可以考虑在当前时间点逐渐进行布局。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购我这本书，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